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小物品，就是 Glove Take。那我想有很多人有遇到跟我一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今天你想要买的手套呢，就是你的机车手套呢，但是它没有触控的这个功能。那触控的这个功能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不一定是需要啦，但是我觉得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把那个智慧型手机有触控功能的这些或者是一些导航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会挂在机车上面，就是在骑机车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能够导航啊，或者是去接电话或干嘛的时候，你可以手套难免会需要有一个触控的功能，可以去临时的去按一下按钮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如果你没有手套，如果没有触控的功能呢，你每次都必须要车子要停路边一下，然后把手套给脱掉，你才能够去做手机的这些的控制。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会非常麻烦的。对，这样的触控手套当然不是每一种手套其实都会有，那也不是说每一种厂牌的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触控的一个效果。那像比如说，当初买这一双 A 星的手套呢，也是因为说这一双它本身就有触控的功能，但是只有在食指这个地方。那不过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用了，因为总比是完全不能够去触控的好。那到现在，这双手套其实用到现在已经蛮旧了，但是还是触控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那后来我找它的一个替代品呢，就是这个 Dynasys 的这个手套。那这个手套当初会选它，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一个设计，这个指节的这个食指的这个地方，那它这标榜，然后还有这个拇指这里还有一个标榜。还有一个贴片这个地方，这只手套当初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触控的功能的，那它也是标榜说这双手套是有触控功能，但是后来用了没多久，然后这个触控的功能就失效了，然后到我现在这双手套它完全没有触控的效果，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Dynasys 的这个触控手套做得这么的烂，像 A 星这边用了这么久，它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好的触控功能，那这支用没多久就已经没有效果了。像是比较高阶的手套呢，更别说它是完全没有触控功能的。那有时候你想要戴好一点的手套，这样子去出门骑车，但是它却没有这个触控的功能，其实每次都很麻烦，因为你看像高阶的手套这边。它的要脱的这个关节更是非常的多，你在穿戴的时候，其实花的时间会更久，所以你每次都要停车再去做这些动作，真的是非常的繁复麻烦。对，那所以后来找到这个东西呢，那其实像这个是一种贴片，像类似的产品，它其实是有些是那种在指节上面涂胶水的那种，但是像这种是贴片，可是像涂胶水那种，我觉得好像总觉得不太靠谱，那个可能。用一阵子，它可能磨一磨就磨掉了，然后所以后来就有看到有人有介绍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网络上面国外这边也有人开箱这样，所以我就买回来去试一下。好，那我们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啊。它这里就是总共有6个这个贴片，然后刚好可以符合你的手指的这个状况。然后这边的使用建议说，就是你在安装之前呢，你必须要先清洁这些上面的粉尘，还有上面特别是一些油脂这个地方。然后之后你就是把你要贴的这个你要安装的这个位置呢，就贴上这个部分的贴片这样。那我们来试试看，来安装吧 ，Let's go。好，希望这可以撑久一点。试一下，哎呦，有用了哎！
看有效果，所以这个确实是有用的。看它这个有时候3不5时就不灵光，这样子就变得很灵敏，这样就不能够用。这样子就好用很多了。放大、缩小的功能都没有问题，不错。对啊。好，那像实际这样子装上去之后呢，我这样测试是觉得顺畅度是都还不错，就它不会有之前完全不能触控，或者是即使可以触控的时候，这样子会 K 的那个感觉。像我这样单指甚至都可以这样子操控。那刚刚那边测试呢，用起来的滑起来手机的这部分的顺畅度是觉得还不错，但是仔细看这里会有一点点的溢胶这样。对，那这个我看啊，这一点溢胶呢，我觉得它就刚有隔到我的荧幕上面，所以荧幕上面现在有一点点这样子黏黏的。那不过我觉得大致上是还用起来是还蛮不错的，但像这种贴片的耐用度能够如何，就是能够撑多久不会整个脱落或是剥离的话，这可能就有待之后长期使用的一个结果。不过至少呢，它现阶段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了我这个触控这部分的问题。那它这一组的价格虽然说有点小贵了，不过至少说变成说我不用再停路边去脱手套，这部分就带来的方便性，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的。好，那就今天分享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小铃铛。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